江婉银，魏婴说了他不愿意将魏无羡挡在身后。蓝忘机冷声开了口，原本面对魏无羡时柔和下来的表情再无冷硬无比。除非魏无羡愿意，否则谁也别想勉强他将他带走。蓝忘机，你什么意思？魏无羡他本来就是我云梦子弟，我带他回云梦难道不应该吗？看着将魏无羡挡了个严严实实的蓝忘机，江婉银脸色便不太好看。可顾忌着眼前之人是蓝氏嫡系公子，他倒也没说出太难听的话。蓝忘机张了张嘴，一个字尚未说出，却见魏无羡从他身后探出了个小脑袋，对着江婉银不太高兴的道：我不是什么云梦子弟，我叫魏婴，不叫魏无羡，我也不认识你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，我要和哥哥在一起，不许你欺负哥哥。魏无羡鼓了鼓腮帮子，他虽不知他是怎么来的这里，可这里给他的感觉让他很安心。抬头悄悄看了蓝忘机一眼，他也想一直待在哥哥身边。叔父已经去信江宗主，有什么事待江宗主来了再说。蓝忘机垂眸看着气鼓鼓的魏无羡，眸中划过一抹笑意，伸手在他发顶处轻抚了抚，忽而就懂了他兄长为何总想抚他的头，原来手感是当真不错，感受到头顶属于蓝忘机手掌的温度。魏小英笑着在他掌心处蹭了蹭，蓝忘机见此指尖微微蜷缩，有那么一瞬希望时间就此停留在这一刻。阿英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江丰眠此刻颇感头疼，看着眼前瘦瘦小小的魏无羡，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沉默良久后，才无奈地问道：他着实是想不通，这不过是来求个学，怎么还将自己求成了个孩子呢？魏无羡见他手要往他头上放，下意识往蓝忘机身后躲了躲。叔叔，我应该要记得什么？他虽小，可他不傻，这2天以来许多人或明或暗的都问过他这个问题，他知道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可他小小的脑袋瓜里对于这些人也是真的没有任何印象罢了。你不记得就不记得吧，随我回云梦。江丰眠不出声的叹了口气，对于魏无羡明显抗拒的动作却并不怎么在意。如今对于魏无羡而言，他不过就是个陌生人而已。蓝忘机闻言抿了抿唇，牵着魏无羡的手微微紧了紧。他不想魏无羡走，可他似乎也没有任何留下他的理由。垂眸看着身侧的人，蓝忘机启唇正准备说些什么，却见魏无羡飞快地挣脱了2人相牵的手，心头一沉，目光有一瞬的黯然。他刚刚还在想，不管用什么理由他都要将魏婴留下，可若是他自己不愿意，那他又该如何？他尚未想好，若魏无羡不愿意，他该如何？却感觉腿部一沉，魏无羡竟是一把抱住了他的大腿，还冲着江丰眠奶声奶气的道：我要和哥哥在一起，才不要和你去什么云梦。他不知道云梦在哪里，眼前的人又是谁，可他很喜欢这里，在这里大哥哥会喂他吃好吃的糕糕，二哥哥会哄他睡，还有看起来脾气不太好的胡子叔叔也没有大声的同他说过话。他想留在这里。阿英，你是我云梦子弟，留在这里会给蓝氏添麻烦的。江丰眠虽无奈此前心血一朝付之东流，可事情既已发生，在未找到解决办法前，他也不能真的放任魏无羡不管不麻烦。江丰眠话音刚落，蓝忘机便异常坚定地开了口。虽然和魏小英的相处时间不多，可这短短2天的时间也够他了解了一些事情，比如魏小英最是怕麻烦别人，而江丰眠倒也是真厉害，一开口就点在了魏婴最怕的点上。果不其然，在他说出会给蓝氏添麻烦的话时，魏小英抱着他腿的手有片刻的松动。魏婴，不麻烦。蓝忘机蹲下身来，伸手虚虚将魏无羡环住，直视着他的双眸，满眼认真。见魏无羡歪头看着他却不说话，又坚定地重复了一遍：魏婴，不麻烦。你也不是麻烦，江宗主，你这话怕是不妥。按理来说，无羡他是在我蓝氏出的事，我蓝氏便理当负责。他既不愿意同你回云梦，便留在我蓝氏。还有，第一，他不是麻烦；第二，我蓝氏也不怕麻烦。将魏无羡愣怔的神色看进眼底，蓝曦臣有些心疼。魏无羡这模样，一看便是在外头吃了不少苦头，而这2天来，他实在太过乖巧，乖巧的让蓝曦臣不敢去想，究竟都是经历了些什么，才让一个不过几岁的孩童，什么孩子气都没有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江丰眠尴尬的看了几人一眼，心下有些不太舒服。他不过是一句劝说的话，
却没成想会引来蓝氏两位嫡系公子的反驳。江宗主，我不知你心底究竟是怎么想的。我也不太想知道，只是有些事西臣不明，还请江宗主解惑。什么？吴县身上的陈年旧伤，江宗主可知？魏无羡身上的旧伤，原本蓝曦臣是不知道的，奈何他家弟弟实在太好懂，又是光喊了他哥哥的魏小英，他便留了心。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简直要对江世道一生一言难尽。这怎么会？江丰眠蹙了蹙眉，故作不知，可想起自家夫人，眉头又蹙得更紧了些。他是知道的，江宗主当真不知？这不知，那江宗主想带无限回江氏做什么呢？去受你家夫人的鞭笞之刑吗？蓝曦臣一言出，四下立时一静。江丰眠下一时想反驳，目光划过一旁蹲在蓝忘机跟前的魏无羡时，却又沉默了下来。他心知蓝曦臣既然能说出这话，便是知道了些什么。他原先并不觉得是什么大事，可此刻在一众小辈面前，心下却颇觉难堪。蓝曦臣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去受我阿娘的鞭笞之刑？魏无羡他作为我云梦的弟子，我阿娘难道还管教不得他吗？江丰眠尚在沉默中，江婉银却已然按捺不住脾气。他原本便不是个好性子的人，这些天碍于蓝氏家规，倒是刻意收敛了些。可看着沉默的江丰眠和非要一个答案的蓝曦臣，心下便越发不满。江公子，主母管教自家子弟，曦臣本不该说什么，只是不解哪家的主母管教子弟需要用到一品灵气罢了。蓝曦臣并不理会江婉银的叫嚣，仍是温温和和的表情，只是细看的话，便会发现眸中所带的冷意。他是个极其护短的人，这几天魏小英哥哥长哥哥短的叫，硬是让他生生软了一颗慈父心。小小的魏无羡，他只是看着便止不住心头一阵柔软，可想到他身上那些难以消除的旧伤痕，他又满心愤怒。这些年云梦宗主带其大弟子若亲子的传言，他在姑苏都没少听说，却原来是这样的亲子吗？蓝曦臣，这是我云梦的事，你蓝氏是否管得太宽了些？我云梦江氏之人，我阿娘想怎么管教就怎么管教，不许你凶我大哥哥。大抵是江婉银的语气实在算不得好。魏小英起身伸开双臂挡在蓝曦臣跟前，冲着江婉银凶巴巴地喊道。蓝曦臣闻言怔了怔，垂眸看着跟前小小的一团，心下有些不是滋味。他明明还那般小，明明自己就害怕的不行，可忽感眼前一暗，抬头却发现蓝忘机挡在了他和魏小英的跟前。忘机兄长，我才发现我此前竟是从未护过你。蓝忘机抿了抿唇，看着蓝曦臣眼底些许意外的神色，忽而有些难过。